这个可动的金木桥好呀，不仅可以发光，而且还给到了还原皮套的动态灯效，甚至就连解体的玩法呢也有给还原出来。是的，孩子们，小布的传奇版奥特民剑终于开始做非奥特曼了。不过为啥第一个是金木桥呢？开盒之后我傻眼了，它明明分色这么简单，竟然有11包零件。我寻思它不就小米银再加一点同色吗？估计也正是因为它量大管饱吧，所以说价格也是和奥特曼一样都是1张多，甚至涂装待遇方面还比奥特曼强，因为奥特曼主要就是头部会给一些预涂装嘛，其余的地方都是成型色为主，而这是金属上的基本上都是预涂装，而光洁却是用了普通成型色。此外部分零件以及透明件呢都有给到预涂装分色，不需要用到补色贴纸，而且拼装的话也不需要工具，直接手撕拼装即可。1个小时多点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拼装。可以看到不仅是涂装比起奥特曼更多，而且呢头和胸还是单独的灯组，因为头和胸是不同的动态效果嘛。由于是同系列，所以和奥特曼一样都是接近20厘米，重量方面是120克整。细节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灯组，都是磁控灯，模型本身有附带一块磁铁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头灯，它是这种转动的效果，可以看到有2个发光点都是顺时针旋转。头灯只有这么一个模式，几十秒钟之后就会自动关闭，或者这样直接按一下进行手动关闭。而胸灯的话点亮之后是一闪一闪的效果，因为分色不是靠贴纸，所以说不用担心会挡住光源，就是胸部底下呢会漏光。它也是只有这么一个模式，开关都是一样的。头部造型的话，它没有脖子呀，那就当它个缝以上是头吧。黑色这里呢是镂空分件分色的，头顶有3根小天线，耳朵上面的这些小细节分色呢做的还可以，旋转的可动也有还原出来。后脑勺上面还有一个小背包，还好胸部有这个边框，不然的话正面就会漏光。这个预涂装分色效果还可以，腰部上的同色分色基本上都是在小米银的零件上面预涂装分色的，全而保证该有的分色呢基本都有给全。胯部上的这4个大疙瘩都是球形关节连接的，有独立的可动。不过这一点让我也不要也罢。右大臂正面以及左大臂的背面呢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缝隙大合不拢，我用锤子都没能敲进去。其余的地方倒没有这些问题。不过为什么要把分膜线开在正面呀？手型也是，以至于胳膊的观感呢并不好。因为造型原因，这次关节呢并没有给到通用的成品关节，而是给到了拼装的防穿帮关节，都有预涂装外壳，看不到里面的成型色。浑身上下唯一能看到普通成型色的地方呢就是手腕关节。大腿和胯部相连接的时候注意一下，说明书顺序有误，它是先安了这个大疙瘩再安腿，这个时候有干涉不好装上，所以我建议先装腿再装这个疙瘩。比起胳膊毫无分色，腿部可以看到在正面有一块同色，其余的地方也是小米银。可以看到造型是相当的简单，拼完之后我也是懵逼的，明明分色造型都很简单，为什么这么多零件呀？格灯方面头部就当它没有吧，胳膊的平台能够达到90度，肩膀可以向外或者是向前后拉伸，胳膊前后抬动的话不能够360度，因为会被这个大耳朵给干涉住。大臂根可以平转，胳膊的屈độ幅度能够接近90度，手腕的可动还行，胸腰胯部呢都是单独的球形关节分件可动，前前后仰的幅度都很小，转动的话也不大，侧摆的话还行，胯部有下拉关节，侧踢的话不到30度吧，前踢大概是70度，后踢的话是45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的幅度是90度，脚腕是球形关节，里面有防穿帮的造型。一圈拔下来之后呢，发现了2处问题，首先就是胸部是偏松，然后就是胯部也挺松的，还好这些地方都是球形关节，直接垫一些蓝丁胶或者是抹一些胶质加固一下就行了。配件方面虽然是一个火箭炮装备，可以看到上面多了银色的分色，而且也是预涂装，但它是可以转动的，如果再给一个特效键就好了。装载的话需要把右小臂给替换掉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效果，曲轴也是90度，然后是一个传奇版通用的支架地台，额外多给了4个支架呢，是用来支撑解体形态用的。而想要还原解体形态的话，需要用到这么多的替换零件，过程倒是也不困难，就是把头、胸、胯还有膝盖以下给拆掉就行。除了头和胯部是用替换零件之外，其余的地方严谨来说是用的追加零件。切换成解体模式之后呢，大概就是这么4个部分，头和胳膊是一个，胸一个，腹部一个，胯部底下是一个，膝盖以下没了。总之传奇版奥特曼终于有可以搭配的机器人、怪兽以及外星人了。不过第一个为什么要选金木桥呀？难道说是给赛罗当妈？